你的父母总是把他们自己放在第一位，忽视了你的情感需求吗？你是否总是感到无法满足父母的需求，却从未得到情感上的回应和关爱？我们常认为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，应当是包容和无私的。但在自恋型父母的家庭中，爱的标准往往是你值得爱，只有在满足我的需求时。这使得孩子从小就学会了爱是一种交换，爱是一种条件。当这种条件化的爱成为孩子成长中的默认模式，他们进入成年之后，往往会陷入不断追求别人认同的困境，而难以真正建立自己的情感独立。如果你从小生活在一个自恋型父母的家庭中，可能会感受到一种长期的情感忽视和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态。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？无论你做得多么努力，始终无法满足父母的期望。或者当你需要情感支持时，他们总是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，而忽视了你的感受。自恋型父母的特点之一，就是他们的情感需求通常是无止境的。他们把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放在第一位，孩子的需求往往成为次要的。对于自恋型父母来说，孩子并不是独立的个体，而是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。这样的家庭环境会让孩子在情感上感到深深的空虚和缺失。这种空虚感不仅影响孩子的情感发展，还深刻地塑造了他们的自我认同。当孩子在成长过程中，父母的情感需求远远高于他们自己的需求时，孩子就会学会如何去迎合父母的情感，而忽视自己的感受。久而久之，他们的自尊心和自我认同开始建立在外界的评价和他人的认可上，而不是内在的自我价值感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中的孩子，会在未来的人际关系中重复这一模式。由于他们从未学会如何在健康的情感关系中表达自己的需求，他们往往会变得依赖外界的评价，甚至不断去迎合他人，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而这种对他人认同的依赖，常常会导致亲密关系中的冲突和不安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实际上，自恋型父母的情感忽视和过度自我中心化，使得孩子无法建立起稳定的情感依赖。他们从小没有获得健康的情感滋养，因此在成年后，他们会变得难以信任他人，也很难形成健康平等的情感关系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经历类似的情感困扰，或者你在亲密关系中总是感到不安、空虚、不被满足，那么很可能这与你的原生家庭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在自恋型父母的家庭中成长，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自尊心，也会深刻改变他们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方式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自恋型父母对孩子心理影响的内容，或者如何通过心理治疗逐步走出这些影响，欢迎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你更清楚地认识自己，从而更好地修复内心的伤痕，建立更健康的情感关系。